各位注意了，注意了，我们安静一下，今天要讲一个新的产品。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啊！好，谢谢配合啊。我们这次要介绍的，不是你们怎么回事？有完没完了？我们这次要介绍的产品是 AirPods Max。有关这款产品的参数，屏幕这么满怎么放啊？这样吧，咱们左边这3列同事呢，辛苦先让一下，我们给这款产品的参数做一下露出啊。好吧，谢谢谢谢。这位同事你怎么回事？就不要影响我们工作好不好？你看你都打到这儿了，配合一下好吧？咱们言归正传啊 ，AirPods Max 已经给到大家了，咱们先辛苦戴一下。大家觉得重吗？我觉得拎起来还挺重的，戴头上的时候还可以，只有左右摆头的时候会觉得不太严实，其他情况都还好。第2排那个，你要觉得不舒服就把耳机摘下来弄。调长度的不锈钢套杆挺紧的，虽然不用担心一碰长度就变了，但是放头上的时候不是很好用力。然后有谁觉得硌头吗？有人觉得硌头吗？没有是吧？你们可以伸手去摸下头顶，应该能摸到那个琼网结构。如果佩戴正确的话，那个环形的不锈钢框架是不会碰到你的头顶的，所以就不会硌到，还挺神奇的。这个琼网结构可以把重量尽可能的均摊在你的大脑袋上啊，设计的还是挺巧妙的。你是担心这个网戴久了会没弹性是吧？我一开始也担心过，目前看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只要别拿刀片给划破就行。然后大家看这个耳机的外观觉得怎么样？帅不帅？啊，是不是还挺帅的？用户主要视觉焦点都在这个阳极氧化铝的金属耳罩上，上面也没有花纹啊、logo 啊这些多余的东西，挺干净利落的。尤其黑色这款戴上还挺像设计用的那种隔音耳罩啊，看着多酷。各位什么喜好我不是很清楚，5款颜色里面我自己最喜欢黑色。这样吧，剩下4个颜色也拆下，大家戴看，可能不一样的搭配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对吧？耳罩除了沿着水平轴旋转，还可以稍微那样抬起一下。对，那谁你做的示范是对的，你看你这一抬起来，音乐就暂停了，是不是特别符合直觉？因为头戴式耳机自带一个不和别人交流的属性，所以即使 AirPods Max 开通透模式，效果还挺好的。我一般呢还是会把耳机抬起来和别人说话，一抬起来音乐就自动暂停了，别人也明白你是在专心听他讲话。要是1-2句话说不明白，直接把耳机往脖子上一挂，就可能对说话的人也比较尊重吧。然后什么耳罩是磁吸式的可以更换，咱们就不细说了。耳罩上面有2个按钮，都能摸到吧？不是，等会儿怎么有人还方向不一样呢？右耳朵上，右耳朵上，你跟左边摸什么呢？就一直戴反了，不知道吗？耳罩里面写了正反，然后按钮应该是在右侧的，赶紧调整一下吧，丢不丢人你？这2个按钮大家都知道做什么的吧？前面那个长条是控制降噪通透模式的，后面那个旋钮可以调整音量还有播放控制。用过 AirPods 的人应该很快就可以熟悉，操作逻辑都是一样的。就这个旋钮有时候会误触，比如说你盲按它的时候就容易先转动它，音量有时候会被调大调小。目前我讲实话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，大家自己可以适应一下。对，和你手表设计是一样的，你可太棒了，要不是你说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设计和你手表是一样的，太谢谢你了。别再打断我了行吗？后面还有一堆东西没说呢，抓紧点时间吧。这个耳机的主要卖点是降噪、通透模式，还有空间音频。降噪这个方面，讲实话我不是很能给出准确意见，因为我自己的耳朵已经听不出来几款当红的耳机有什么太大区别了。我也想过要不要用设备去测试一下看看区别在哪，但既然我主观都已经讲不出来了，去看测试的数据意义在哪呢？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要强调，第一时间能显著感受到的东西才是值得花钱花精力提升的。比如像 AirPods Max 的通透模式就属于这种感知非常明显的。还有一个就是空间音频，有人试过 AirPods Pro 上的空间音频了吗？啊，你试过啊？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转头的时候觉得环境声音跟着你动，但是人声还在屏幕里？对，我之前就是这样和别人介绍这个功能的，但是讲实话描述的特别不形象，而且重点错了。准确的说，戴上 AirPods Pro 或者 AirPods Max 以后，开启空间音频，声音是来自于4面八方的，而且有距离感，整个人像是直接进入了电影里的环境。开启的那个瞬间特别像没有戴耳机，所以每次我在办公室里试这个功能的时候都特别慌，老担心自己耳机没连上，用的是电脑音箱功放。看支持空间音频的电影是我认为目前用 AirPods Max 最享受的一件事情，沉浸感非常足。试了以后我天天都期待所有平台都赶紧上线支持。除了苹果自家的 Apple TV， 国内的像腾讯视频啊、爱奇艺啊都已经有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， Netflix 也很快要上线空间音频的支持了。
如果喜欢看电影的话，非常推荐去试一试这个功能。尤其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在地铁上看电影，带上 AirPods Max， 不管周围的环境怎么样，都不会有人影响到你的私人小影院。至于说空间音频还有一个声音的方向跟随，我第一次试也是觉得了不起，真的觉得有人从屏幕方向在和你说话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这更多算是个体验性功能，如果之后能配合上一些 AR 功能，效果肯定会非常棒。光说对于电影的提升感觉其实也就还好，因为没有谁会一直扭头看电影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跟随也是可以单独关闭的，只不过设置路径藏得比较深而已，大家自己可以试一试啊。喜欢的可以开着跟随功能使用空间音频，感觉非常奇妙。不喜欢的话，可以自行去辅助功能 AirPods 里面设置一下。最后说一下一个我比较头疼的问题，就是这个耳机的续航。本身耳机电池容量是没有问题的，最起码我听到耳朵累它都还有电。问题在于它对休眠模式有时候会存在误判。按照苹果的说法，摘下耳机平静放置5分钟以后，这个耳机就会进入低功耗模式。但是我也不止一次遇到过睡一觉再拿起来它就没电了。我猜是因为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我们走动来走动去还是会有震动，影响了耳机里面的加速感应器。他认为自己仍然处于一个待命的状态，所以后来我还是老老实实把它放到这个耳机包里。按理说，当它感应到耳机包上的磁铁靠近以后，会立刻进入低功耗模式。但是我不知道是耳机没有放置正确还是什么原因，偶尔还是会遇到耳机拿出来就没电的情况。所以本身它电池不存在短板，但是我也莫名其妙有了一些续航焦虑。你们用 AirPods Max 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复现。剩下的也没有什么要和各位讲的了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欢迎随时来问我。这个耳机呢比较贵重，大家先自己试一试就好了。体验完毕放在会议室桌子上，然后我一会儿回来就取。好吧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自由时代的时间了。I'm off balance, I need some fix on. I'm your puppet, you are Jim Henson. Falling in love now. I think I'm falling in love. Fall in love now. This time I think it's for real. I think I'm in love now. I think I'm falling in love. I think I'm in love now. This time I think it's for real. How can I tell you? How can I?